丰厚梅由梅花与杏树杂交培育出来的品种，有淡淡的清香，在梅花中丰厚梅能结果。重新上一个盆，开了1个星期的花，上盆时间有点晚。梅花开花时养分消耗大，最好在花前或开花后1个月左右再休耕换盆。像这种梅花树桩，用盆不要太深，不好掌握干湿度，很难养好梅花，那样观赏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。外围的树根已经长出来了，是个熟桩，熟桩才可以放盆。买回来的树桩一定要看清楚再动手。底部板结的土要把它去掉。树根生长没有爆盆，不要做修剪。像这盆梅花，树根长得不粗，就不要动剪。梅花喜微酸性、疏松透气的土，以这种发酵后的叶糠配沙质土，搞清楚这不是营养土，叶糠发酵后会成黑色。盆景配土不要常肥，这是很多盆景种养不活的主要原因。上盆中要依据所造的形，把树桩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栽种角度，将树桩固定好。这个树桩的主干从这里延伸上去，这里做节顶，形成的树枝方向朝右。这棵梅花的主干曲直变化比较自然，粗枝都集中在上端，适合做一个高杆造型。但这些粗枝比较繁杂，枝条交错，缺少空间层次感。尤其是这个部分，枝条过粗，与主干比例失调。重剪一次，至少要把这个上下层次的空间剪出来。直立的粗枝剪短。过长的粗枝回缩，在后端逼出芽来。梅花剪之后，像这种木质化的枝条，要阻止它流胶。流胶是造成梅花木质化枝条修剪后不发芽或出现失枝的主要原因。修剪木质化枝条要多留一节，把木质部分露出来。皮层剪齐，晾干了之后抹点杀菌原膏。梅花盆景盆土过湿或下雨天不要做修剪，修剪后1个月内不要施肥。视频中的这几个步骤对种养好梅花十分重要。如果怕忘记，最好关注加收藏，需要时方便查看。抹上愈合剂。梅花在自然状态下，枝条几乎呈直立生长，这是梅花开花时招蜂引蝶的本性。在造型中要遵循这一规律去操作。对1至2年生开花的枝条，在造型中不要去攀杂，那样很难开花，伤了芽点也很难发出侧枝。对梅花枝条的处理，最好在9至10月份按树势形成进行吊打定位。种剪后，这盆梅花上下空间出来了，骨架的形成对以后枝条的培育就有了明确的方向。梅花很好种，也容易开花。6至7月要对梅花进行控水，浇足水，叶出现微微下垂，再浇足水，持续1个星期左右，梅花的花芽风发就会彻底，来年的春季就会花满枝头。上盆后要把花全部摘掉，减少消耗，这样恢复才会更快。我是三全农场，感谢您收看，下期见。